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老板，现在就是因为要结婚嘛，就要退租，然后我那个房东竟然要跟我求偿100万呢、然后我未婚夫就一直收到房东的电话，他是连带保证人，可是我记得明明我就只是填紧急联络人啊，他就跟我说我什么就是做坏他的沙发，什么乱贴壁纸啊，而且我跟你说他的广告看起来很漂亮，我会贴那个壁纸是因为他的人都有壁癌，所以我就只能贴壁纸把它遮挡起来啊。那这个有合约的问题哦，你这个当初就广告不实，而且你当下的时候有跟他讲说你会贴壁纸，有啊，我有跟他说啊，但是你没有加在合约里吗？没有呢。那你的正本合约在哪里呢？我只有签到一份合约，我身边也没有合约。哇，你真的是傻白甜！那遇到这种问题要找谁？我们在找法律专家，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哎呀，欢迎收看今天的民法典，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来欢迎美魔女律师李桂妮。我原来又遇到奇怪的事情了。你看上次好不容易继承遗产，欢声喜地啊，现在呢，人家好不容易要结婚，然后要退租房子，结果被求偿100万呢！我的天哪！刚才你也听到了，对，怎么办呢？对。这个基本上来讲哈，还是要回归到租约里面，它怎么约定了啊？当时约定的内容的话，那当然就是按照租约的内容去走。那如果说租约里面的条款呢有一些违法的啊，那这些违反条款的话，它有可能是因为它违反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些条款无效。那些的无效的条款，他就不用担心。你助理有提到，就是说他未婚夫啊，然后突然变成了连带保证人，因为他讲说他没有填连带保证人，他只有填紧急联络人嘛。那第一个还是鼓励大家啦，在签合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就是闭着眼睛呢，房东或者是你交易的对方把文件给你，你就在上面签字，千万不要。你最起码要读过一下这个合约的内容哈。那我再请教一下，可能要问一下你的助理，就是，当初这个合约有没有去经过公证呢？感觉起来可能是没有他合约他连这本自己都没留，因为公证的话，我记得是1式2份对吧？理论上他应该有1份，但他自己都没有。对，其实经过公证的租约的话，是对出租人比较有利了，因为出租人呢，他经过公证的这个租约的时候呢，这个公证租约将来在承租人就是房客呢，如果他赖在里面又不给钱的，那按照正常程序的话，你是要去法院打官司，打赢了之后，然后你才能够执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有时候当他们碰到恶房客，就是不好的房客的时候呢，他会宁愿就说那认赔了事，然后我给你一笔钱，你可以走。房客其实平常讲也没有太坏了，原因是什么？除非你想要违约，要赖在那里，否则的话，有公证人一般来讲会跟你讲说，第一条规定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你要区分哈。如果我们是这个规规矩矩的人的话，其实不用怕这个租约拿去公证，因为公证人也会告诉你说，你看这个条约的规定什么，那个时候你透过公证人协助你们双方走过一片这个租约的内容时，你也会知道，最起码就算你不是真的很懂，但最起码你知道大部分的概念，也知道你签下去的文件它是什么含义。公证人呢，如果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客呢，会不喜欢公证人，也不用公证人，也不要公证人，就是恶房客，就是说你打算赖在那边不走不付房租，然后你可能把这个房子拿出来做非法的使用，比如说招待所啦，对比如说你做其他的这个去种大麻啦，你知道，所以在实务上面来讲呢，好的房东跟好的房客呢，其实是可遇不可求啦，因为人跟人之间还是有缘分。这个被求偿100万，很明显就遇到恶房东，因为明显不符比例啊。民法上面来讲，还有一个错误，错误的话呢，它是可以把这个错误的行为撤销掉，所以它是在1年之内，它都可以解决。那刚才听你助理的案子呢，他讲说，比如说他的未婚夫，其实他并不是连带保证，因为大家知道什么是连带保证？连带保证人他所负的责任呢，是假设他所保证的对象要付100万的话，那我连带保证人我也要付100万啊。那
求偿的人，比如说他已经跟这个你的助理已经拿到100万之后呢，那个时候我的责任才解除。他可不可以直接找连带保证人，不去找真正的债务人？可以的。连带保证人呢，他是并没有规定你要先找债务人才去找保证人，除非就是说，里面常大家会看到什么放弃先诉抗辩权嘛等，那我们以后再讲。所以简单来讲呢，连带保证人它的含义就是说，你负的这个责任呢，跟这个债务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他未婚夫他其实是并没有用连带保证人的这个想法呢，他去签这个租约的话，他当然如果这时间在1年之内呢，他是可以把它撤销掉的。对。那如果说已经超过1年的话，就看整个的交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诈欺啦。诈欺并不是只有刑事上面的责任有诈欺，在民事上面我们也有诈欺的情形。如果是诈欺的话，你在你发现被骗之后1年之内一样，你是可以这个撤销掉那个行为。所以现在就是你的助理呢跟这个房东呢，他的签约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已经过了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时间？如果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的话，只能够从他假设是有诈欺的情形，只能够从他发现说，从紧急联络人变成这个连带保证人，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1年之内他是可以主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刚刚听到的是说，他连正本他都没有保留，都没有保留一本，因为在台湾诉讼，比方讲，我们现在跟国外的情形很不一样。国外呢，因为整个网络世界的发达，所以现在在国外签约里面常常会有，就是说传真本。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经过正式的合约签署。可是他们所谓的传真本，并不是说你签了合约之后呢，这个我拿去一个做传真机传过去给你，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个平台，是专门就是你签署合约的时候，你透过，所以你不需要拿到那个正本。可是因为你有记录在，所以呢，那个即便是影本，它也可以当做正本。那台湾为什么要求一定要正本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签名呢，我们现在比如说历史哥签那个名，我摆在我文件上面扫描过之后，你看得出来那个文件其实就像你签过的一样。对。为什么在诉讼上面来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正本？至于你的权利义务关系呢，基本上面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前几年在修正这个法令规定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租屋的这个公版呢，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公版出来。那在那个公版里面呢，基本上面来讲，有很多呢其实是对于这个租屋族，就是房客的一些的保护。那我们简单来讲，对于什么房屋税啊、地价税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房东负责。对啊。可是对于比如说你的水电费啊、你的管理费啊，这个就看你的这个跟房东之间的约定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装潢，其实大部分其实也是房东会要求说，你装潢的时候不可以把重要的结构把它打掉，因为他要担心这个妨碍这个房屋的安全。除此之外呢，那你在合约终止之后呢，那你就回复原状。大部分我们讲公版的情形，合约内容都是说你回复原状。所以大部分的问题其实出现在当你有法律的概念的时候，你会不管是进驻的时候呢，或者离开的时候，你都会拍照存证，这个就会避免以后的不必要的争议，因为你复原原状有个参考依据。对，你可以，而且我们还有所谓的点交。那点交呢，可能要提醒观众朋友呢，还有你助理呢，就是以后啊，你在点交的时候，不要人家勾选了什么东西，那你就在上面签字。是，你一定要去看上面到底勾选的是什么。我们才讲说，你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前面做好的预防的动作，你后面的争议呢就会比较小。好，那再回到损害赔偿的部分，的确，如果说对房屋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害，比如说结构性的损害或者什么东西的话，房东当然是可以跟房客请求赔偿的。对啊，但是如果这个损害呢，并不是你造成，其实这个都牵涉到举证嘛。如果你将来可以举证证明说，其实这个沙发，房东的沙发呢，其实它本来就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在外面呢，类似的沙发的价格，就算是一个新的沙发，它也不至于，因为100万的沙发其实平常讲那个大概是蛮珍贵的，然后再参酌就是说你的这个原来你的租金的价格，所以你会从林林总总的事情的部分呢，去涵盖出来，今天呢它是狮子大开口，还是它不是狮子大开口。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说房东呢，当他去报他有这个租金的收入的时候，将来他要卖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房子呢，它并不是自住的房屋，所以它的税率其实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实务上面的这个经验呢，跟一般的我们讲法律的规定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理论上来讲，他应该有租金收入，他就应该报，但他没有报，对不对？其实就变成房客跟房东，房客多了一个这个可以谈判的筹码，因为基本上违法的行为，房客可不可以检举？当然是可以的嘛。好，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在事前把合约看清楚，对，把自己的权利义务呢，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义务呢？从合约里面，不是听房东怎么说，而是你去看房东讲的跟合约上面写的是不是一致。对啊，你看了是一致的情况之下，你才去签。然后最好呢，其实都有个见证人会比较好。那有一个问题是，常常遇到的状况，比如说押金，就刚才他要罚100万，那押金搞不好5万，他就先给你扣掉啦。对，就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反正我求偿你之前，以押金先扣掉了，我就不还你押金了，这有没有违法问题？应该这样讲，大部分合约里面都有押租金的规定，比较学术的名词，它叫履约保证金啦。所以你看到履约保证金就跟押租金它是一样的意思。那为什么叫履约保证金呢？就是说你答应要做这些事情，将来你如果没有要做的话，我可以先从这个履约保证金也是押租金里面先去扣，可不可以呢？在法律上面并不是不可以的啊。通常公版里面的合约是讲说，当你时间到了，你没有搬移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里面的东西视同是废弃物，是，然后我用你的费用来处理。大部分的标准合约会是这样子。像刚才我注意提到说，明明就是他一开始就有壁癌，他当时口头议定说我要贴壁纸，结果房东反而说你破坏我的装潢，那变成他求偿理由，这合理吗？应该讲说你的助理有没有举证嘛？比如说，他进去的时候，我们不是鼓励吗？你在交接的时候，不管你是进去还是出来，你都要拍照。那如果没拍，然后口头议定又没有留下赖呀，或者什么记录就惨了。那有没有看？比如说她男朋友有没有在旁边，或者有没有同学，或者是有个证人也可以。所以举证呢，一个是物证啊，比如说你拍照啊，然后上面有日期啊，所以顺便教观众朋友一下，有时候你那日期呢，不要觉得说，这个照相机上面这个好看的这个日期，所以你自己设定，因为到了法院呢，大家都知道日期是可以设定的，对啊，所以呢，如果这个日期对你来讲很重要的话，教大家一下，你就拿了一个今天的报纸，然后就跟着那个日期拍，所以这个是绝对假不了，他那个日期没办法调的，对，那你如果是在这个日期之前，也不会有那份报纸，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的东西呢，其实看起来，也许你在做的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但实际上面来讲，它就是一个保全你将来的权利，你将来在主张的时候，你可以证明说，你看我照了壁癌啊。那如果说是这个房东在的时候，连房东一起照进去，他还不介意，因为他那时候做生意的时候不会一直跟你说 no 啦，对， okay? 所以你那个照进去是有图为证，对。所以，但是他这如果事后变成他翻脸的道理，就变成说事前举证的重要性就很重要。对，那假设举证不足，很有可能就是会有争议，就是你会看可能金额比较大的时候，那当然如果法院履勘的时候，壁纸撕开来之后，他可能因为没有清理过，他可能还在嘛，所以专家的话也会知道说，像这样的情形大概会多久产生？对，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不能够解决，而是说你等到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才去解决它的时候，通常那个时候成本会比较高。最有名就那个张赎金，就像刚才我助理发生事情一样啊，他这个明明呢，照片上的 A 屋进去变 B 屋，然后呢给你的家具呢，结果就破烂不堪，结果坏掉还要叫你大量赔偿。哇！就后来他被判刑了9年多啊，因为这个滥心诉讼啊，被这个法官呢严惩了。但是也是坑杀了好多人之后啊，当时还引起了这个社会上广泛讨论，他还上节目去护卫自己啊，所以这个二房东议题都变成大家很高的关注。应该这样讲了哈，就是你刚刚举例出来的例子，他为什么被判出来的刑期那么高？他最主要的原因，我相信他已经是很多的罪。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光是听你这样讲的时候呢，最起码他可能有诈欺，是然后他也可能有伪造文书，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罪，他都构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能那个才是真正出来的结果。遇到这种二房东真的是让人很头痛啊。不过我们想要更进一步来请教委员，就是说，那法条跟法规是哪一些是相关的呢？
其实，在我们的那个主管机关的这个网站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公版嘛。那你到就是所谓的定型化契约。定型化契约就是说，但是你不一定要按照它全部的内容去做啊。基本上面来讲，政府公布的这个合约或者是这个组织有一些的这个租屋的团体啊，这些的出来的租约，它通常有它的一个目的性存在啊，所以你可以拿不同的版本来比对一下，但是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一般的这个租屋的情形，有一些的情况呢，基本上来讲，它的情形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像学生的租屋的这个情形，房东常常把一个房子呢隔成了好几个地，但那种情况来讲，其实它还有安全的疑虑。对，学生几乎都住这种。对，因为学生第一个，除非是爸爸妈妈陪同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可能不太知道这些的规定，他也不太知道自己的权利是怎么样。他可能房东讲的你就是这样子处在一个比较弱势。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当你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能力呢去谈判你的那个租约的这个条款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因为通常来讲呢，我们的这个保护对于弱势的部分，其实我们还是有保护。那个合约的部分呢，它会对那个拟合约的那一方做比较不利的解释。比如说哪几条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好，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是房东的话，你要记得，你如果超过1年的话，你还是有书面的，不然你将来很难把这个房屋收回来因为它只有特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要收回自用啊，有一些有限定的，否则的话，因为它保护房客的角度，所以第一个租期上面一定会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标的物了嘛。什么叫标的物呢？标的物是法律名词，可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租的到底在哪里？给你的你可以住的是哪里？比如说你现在有个门号，对不对？可是门号里面呢，它可能有好多区块，门牌号码都是同一个啊，所以你在你的租约里面呢，你就会画你的区块到底是哪一个区块。我知道平面图或者是说那个分隔的图。对，你不用画得很漂亮。布局图。对，它手稿也可以，合约并没有说你要打字要干，没有这回事跟一般的想象不一样。好，那你现在问题站在房客立场来讲，你会讲说那我的地域呢，如果是写在这个 A 的地方，那洗手间不在 A 里面，那洗手间我不可以用吗？你知道，所以你的合约上面讲说，对，你就讲说这个门号的这个区域，如附件这个区域以及相关的设施跟设备，比如说你的冰箱不会摆在你房间啊，冰箱可能摆在厨房啊，这些你都要可以用嘛，对不对？可是当你的标的物上面没有把这些列入的时候，将来就会发生争议，就会有，我用冰箱的时候呢，还要跟我收费啊，这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标的指得很清楚，但是你不用说可以用瓦斯，可以用冰箱，你不需要这样写，你就直接写相关，跟这个相关的设施，你也不会说你要上厕所的时候，厕所还要再另外划进去，不会因为真正发生争议的时候呢，其实到了法官那边，法官还是会觉得说，你这个是不是这个要求跟一般的日常的公平啊，跟社会公序良俗，对，然后跟是不是符合这个社会的一般的这个期待。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期间要有，标的物要有，然后第三个呢，当然就是你的租金。好，那我们讲说一个月1万块钱好了。那这个1万块钱你在上面要写说它是含税还是不含税，因为差很多啊，对，就会造成常常很多人讲说，房东为什么明明讲好租金是这个钱，然后后来又找了一缸子理由跟我要钱，是为什么？通常来讲呢，这个问题就从这边发生的。其实观众朋友要注意，在谈这个价额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提到的这押租金，押租金到底是多少？然后里面也提到返还这个租屋的时候呢，这押租金要返还，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房客呢，千万不要忘掉。那当然呢，从今天提到的历史哥的这个助理的案例里面呢，我们也同样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返还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状态返还。大部分的租约上面会写说回复原状返还，但是也有少部分并不是不可以的租约里面也可以写依当时的现状返还，也就是说你助理住的那个房子当时返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就返还。所以如果你是用返还当时的现状
返还的话，那房东就不能够来讲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就不会有这个挑三拣四的情形。其他的部分还有很多的细节部分，就包括说，如果有修缮，因为这个自然的耗损啊，然后比如说天花板崩落或者结构性的耗损呢，这些的修缮的义务呢是谁应该要做的？你有谈判的时候呢，当然就是理论上来讲，其实像类似像这些的情形呢，都应该是要由房东来做啊。那当然我们讲说，以学生来讲，通常学生不太懂这些的事情，所以他大概也不会想这么多，他大概只有求一个可以住的一个地方就好了。但无论如何，房东跟房客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呢，我们还是建议在签约的时候先看清楚、讲明白啊，然后让双方的关系呢是非常明确的，可以避免日后的争议。那我们今天呢，关于这个所谓的二房东，其实我们也聊到了不少二房客对这个处置啊。其实讲白了，就是双方在契约要明定清楚，然后要留下很多的证据保全，然后才可以避免事后的这种简单来讲就是消费纠纷啦。其实这个租屋也是一种消费型的一种纠纷啦，就讲不要花钱伤身，赚钱也是心痛烦死啊。OK， 好，那我们今天民法典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今天谢谢委员，谢谢。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最好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看什么样的主题，或者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哦。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了，拜拜，拜拜。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哦，记得追踪哦，每周都会更新一集哦。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